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Dr. Fish 频道。今天要来聊的话题是很多养殖户跟一般人都在争论的问题，就是养鱼到底用饲料好还是鱼出好？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接触饲料的时候，都是来自于观赏鱼。曾经我一直认为饲料是专门供应给观赏鱼用的，如果要让我吃用饲料养的鱼，心里面感觉有一点毛毛的，有点吃不下去的感觉。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有一样的感觉，而且大部分人都认为用鱼出是最好的，因为这个食物是比较贴切大自然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探讨，到底养鱼用鱼出好还是用饲料好？说到吃，首先要了解鱼类的食性。基本上鱼类的食性分为3大类，那就是草食性、杂食性和肉食性鱼类。草食性也可以叫做植食性，主要以素食为主，例如草鱼、团头坊、扁鱼、链子鱼等等。杂食性鱼类则属于荤素都适合的鱼类，例如鲤鱼、鲫鱼、青鱼、罗非鱼、巴丁鱼等等。至于金目鲈、笋褐鱼、生鱼、石斑鱼、鲈鱼、鲢鱼、红鳟鱼等，都属于肉食性鱼类，它们只能以肉食为主。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不同鱼类的食性呢？主要我们要明白它们的消化系统的区别。除了维生素和矿物质补给以外，不同食性的鱼类对于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摄取比例有非常大的区别。肉食性的鱼类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比较高，而且都是肉类蛋白。经过消化后，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。如果非肉类蛋白所分解出来的氨基酸成分，会导致氨基酸种类供应不完整，因此导致鱼的成长造成影响。饲料类蛋白质含量要求最高的是肉食性鱼类，第二就是杂食性鱼类，接下来就是草食性鱼类。脂肪也是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之一。脂肪除了可以让鱼保持体温以外，也是提供能量最关键的营养成分。脂肪比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的能量是高出1倍。鱼体在形成细胞的过程，需要靠脂肪提供的脂肪酸来形成细胞膜的原料。和蛋白质一样，肉食性鱼类的脂肪需求是最高的，接下来是杂食性，之后是草食性鱼类。草食性鱼类对于碳水化合物的需求是最高的，因为它们的肠道比较长，有专门用于分解碳水化合物的酶，所以可以充分利用碳水化合物所产生出来的能量。鱼出是属于海上捕捞的杂鱼，或者是专门用来养殖水产养殖鱼的饲料鱼，价格不会太高，基本上会比肉食性鱼类的饲料来得低。在70至80年代非常广泛用于水产养殖业，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在使用。在水产养殖业，我们追求的是饲料转化率。如果每投1公斤的饲料可以换回1公斤的鱼肉，是养殖户最想看到的结果。但是如果用鱼出，就不会有那么理想。据统计，食用鱼出的饲料转化率为5:1，也就是说5公斤的鱼出才可以养出1公斤的鱼。按道理，鱼吃鱼肉，鱼肉又富有丰富的蛋白质，转化成氨基酸的成分也符合来构造机体细胞、组织还有器官。按这种转化率来看，鱼只用了20%的鱼出来构造机体，对于世界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，是属于一种严重性的浪费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需要明白，鱼出虽然蛋白质含量偏高，但是在营养成分上属于不太完整的食物，其余80%的鱼出会转化成能量，让鱼维持生命体征。其他的由于营养的不完整性，导致鱼体无法吸收，因此转化成粪便排入体外。对于成本来说，虽然鱼出单价比饲料便宜，但是总体合计，饲料的成本未必会比鱼出的成本来得高。毕竟现在的捕捞成本也高，渔获量也少，实际上鱼出的价格也不断的在上涨。另外一方面，由于大量的蛋白质排出体外，
造成水质变坏，氨氮浓度自然也会超标，而且也比较容易滋生细菌，严重的情况会引起疾病。食用鱼酥还有一个顾虑的问题，就是这些杂鱼的来源是否安全，是否带有病菌，渔船运输过程中是否有出现腐败的问题，一系列问题都必须特别的去注意。整体来说，使用饲料来喂养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大部分饲料厂都会调理好合理的营养配方给不同的鱼类，主要从几个角度来配比。第一，按照鱼的成长阶段，因不同的成长阶段所需要的营养和蛋白质含量都有区别，而且也针对鱼的体型来调整饲料的大小。第二，鱼吃料的习性，有一些鱼在吃食的时候喜欢在池底，有一些喜欢在水面吞食，所以饲料有分为上浮料和下层料。第三，饲料内的蛋白质、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是按照专门的配方比例来调制的，以免昂贵的蛋白质形成浪费，并把大部分的蛋白质使用在鱼体发育上，而且把比较低廉的碳水化合物用于产生能量，以维持鱼的生命体征。第四，饲料内有维生素及矿物质成分调配，有助于提升鱼的抗病能力和营养吸收能力。如果某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欠缺，可能性会引起缺乏营养的疾病，例如骨骼发育不全、神经系统问题、皮肤和腮部出血病症、厌食、内脏功能失调等严重的情况会导致死亡。一般来说，使用饲料养鱼，饲料转化率大约在1至2.5之间，也就是说，使用1到2.5公斤的饲料会转化成1公斤的鱼肉。至于转化率会因几个关键的元素而变化，例如水中的含氧量、水温、水质指标、饲料品质等问题。今天我们在市场上可以吃到的农场鱼，不管是海鱼还是淡水鱼，基本上都是用饲料养出来的。大家也不需要感觉心里毛毛的，因为饲料的合成基本上都是使用鱼粉、大豆、玉米、鱼油、维生素和矿物质来制造的。反而吃饲料长大的鱼都比较安全，品质比较高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个人比较提倡使用饲料养鱼的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一起探讨，除了鱼出跟饲料之外，一些养殖户会用什么来养鱼，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。好，这节视频就到这里为止，请给我的视频点赞、转发以及订阅，记得打开小铃铛以获得最新的视频发布通知。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